薪100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真真，真真，爸，我终于见到你。爸，对不起。我知道你一直都很自责，无法原谅自己。其实，应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。这一切都是爸爸造成的，是我咎由自取。你是为了保护你妈妈才会这么做的。我今天打给你，就是要让你知道，爸爸没有怨恨你，也没有责怪你。那时候你年纪还小，不敢跟警察说真话。我能理解。不管怎么样，当年都不应该冤枉你，因为我的一句谎言，害你坐了几年的牢。我知道错了，对不起。是爸对你有很深的亏欠。我不是一个好爸爸，我没有尽做父亲的责任，也没有陪伴你成长。现在想为你做一些事，也无能为力了。这些年来，我们都一直在逃避。希望在我走之前，我们能够走出家暴的阴影，忘掉过去的不愉快，恢复我们的父女关系。爸，对不起，请你原谅我。傻孩子，别哭了。我只希望你能够好好的生活，照顾自己，原谅自己。对我来说，已经是最大的安慰了。爸爸走了以后，你一定要好好的活下去。爸爸期待你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。爸，你不要走，我现在来找你，你等我。爸，爸。怎么会是你们？刚才我跟你说的每一句话，
都是你爸的肺腑之言，也是我想跟你说的。希望你别辜负了我们。把想说的话都说出来，心里是不是舒服多了？我怎么突然变得这么笨？妈都不在了，他怎么可能给我试试？那是因为你太在意他，一直渴望想见到他，才会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。我相信你爸爸已经听到你想对他说的话了。他也会原谅你过去所做的一切。谢谢你们。只要你心里不再有遗憾，我做什么都是值的。人呢？戏演完了，散场了。说是演戏，其实根本就没在演。他早就把自己当成是你爸了。可惜，我们现在任何关系都没有。领养协议可以解除，但是你们对彼此的关心是解除不掉的。谢谢你，爱心100。这段日子，我对你不理不睬，你却还是不离不弃，为我做这么多事，我真的很感动。过去就让它过去。明天我们回艾德尔市，重新开始。我不能回去，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做。格芬多市是我爸的家乡，他喜欢大海，还曾梦想当一名灯塔管理员。我还记得有一次，为了哄我开心，他特地带我来海边看日出。他背着我，在沙滩上奔跑。那一刻，我感到被捧上了天，仿佛全世界都属于我们。所以我想让爸爸回到他心爱的地方，回到大海的怀抱。今天怎么这么早回来？是不是生病？有没有看医生？要不要吃药？花姐，我想静一静，你先忙你的，不要管我。哎，好，我不烦你。哎，你好好休息。你应该还没有吃午餐吧？我现在去弄点吃的给你。我要见严胜庆。严医生，对不起他。没事。你卖的优的滋补丸有问题，我不只要退货，还要索取赔偿。我已经说了很多次，滋补丸没问题的，你也可以在别处买到。你会得到胃溃疡是你个人的问题，跟保健品没有关系。你还是不肯赔偿是吗？我要告你坐牢，告你身败名裂，永远翻不了身。
你今天怎么也这么早回来了？今天害喜特别严重，吃什么都吐出来了，看到什么都觉得恶心。你不舒服，为什么不叫我去接你啊？只是害喜罢了，没什么大不了。我知道最近你要处理很多诊所的事情，我也不想打扰你。诊所都停业了，我现在有的是时间。这只是暂时性的，人都很健忘，过一阵子大家就会把这个事情给淡忘了。现在最棘手是赵太太，她竟然发律师信跟我索取赔偿金，我恐怕要惹上官司。既然他要钱，那我们就给他一笔钱吧，看他愿不愿意私下解决。不行，如果给的话，不就是承认我推荐的保健品真的有问题？我的事我自己会处理，你安心养胎就好了。发生这么大的事，我要怎么安心啊？如果你当初听我哥的话，没有去代理那些未经检验的保健品，今天就不会惹上这么多麻烦了。你是在怪我是吗？是我财迷心窍，为了赚快钱走捷径，是我咎由自取，行了吗？有本事就告到我坐牢。你只会说气话，万一你出了什么事，我跟宝宝该怎么办？华姐，你又打破了什么？你没事吧？我只是想让你们停止吵架，我才扔锅的。老实告诉你们，我根本就没有失智，是我发现你要把我送走，我才装失智的。那天要不是我拿泡脚水进来，我也不会无意间听到顺庆嫌我有过小中风，想要把我送走。你真的没有失智吗？当然没有，怎么能凭你一句话就相信你没有失智症？那还不简单。我第一次装失智的时候，就是拿木瓜当婴儿，为了不让你们识破，我还抱着木瓜睡了1个晚上。最有挑战性就是上一次你带我去见上官先生，我根本没有准备，还好我机灵，喊了你一声老公，要不然我早就被其他人领养了。最让我没想到就是你居然这么狠心，趁我上厕所的时候就想把我给丢了。还好我也不傻，找了一间5星级的高级旅馆住了1个晚上。我能说出我演过的戏，证明我没有失智吧？我们都被你耍了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就是为了要教训你。我知道我对你的惩罚很严厉，那是因为我已经把你当成是我儿子看待，换成是一个跟我不相干的人，我才懒得管，懒得教。哎呀！再来！哎，差一点点，再来！来吧！差一点就接住了。哎，不玩了，不玩了，甘拜下风了。不玩就不玩，休息一会儿，先喝一口凉茶。温顺回甘，好喝。果然啊，心情好，喝什么都是甜的。明正终于释怀，走出悲痛，我们之间的误会也解决了，心情自然格外顺畅。既然你们和好了，有没有想过要恢复父女关系呢？顺其自然好了。倒是你比较麻烦啊。我什么麻烦啊？刘向搬回来了，你现在是什么身份？你们之间还会保持夫妻的关系吗？我的胸襟没有那么宽，背叛就是背叛，我是绝对不会原谅他的。是他。他一直传我简讯说要见面，烦死了。20多年的感情，不是说放下就能放下的。见一面也好，
至少能够听听他有什么打算，也能够听听自己的内心到底要的是什么。趁热吃，别愁眉苦脸。就算天塌下来，也要吃饱才有精力解决问题。惩罚归惩罚，我想过了，这个家现在需要我。如果我选择离开，就像你们当初选择抛弃我没什么两样。你放心，万一你被判去坐牢，我会陪着子清，和他一起照顾孩子和这个家，直到你回来。我很独立的，绝对不会成为你们的负担。万一真的被你的乌鸦嘴说中，我又中风，你们直接把我送去护理中心，绝对不会拖累你们。护理中心的费用也不便宜哦。我还有储蓄，护理中心的费用我自己会付，我有钱，不需要你们奉养。顺庆不是这个意思啊。既然你都把我们当成是一家人了，我们怎么可能会抛弃你呢？家人不就是要互相帮忙、不离不弃的吗？被你训过之后，我哪里敢这么自私，这么不负责任？你对我们这么好，我不应该忘恩负义，我也怕天打雷劈啊。对不起，我们不应该这样对你。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，是我抛弃了你，我才是那个坏人。坏人是不会感到内疚的，你们都是善良的人，人生难免会遇到不如意的事。最重要是在艰难的时候，夫妻一定要同一条心，就算日子再难过，也要笑着面对每一天。才踢了个早上的足球，你就这里痛那里痛。早知道我就不应该自讨没趣。我说说而已，没想到你这么认真。好，好，好，算是我的错，我好好帮你推一下，算是将功赎罪。我就是喜欢你的力拔山兮。喂。哦，好，老板娘，有人找你。哦。喂。老婆，我可以跟你见一面吗？来了，坐。还记得这里吧？这里有你最喜欢的 biang 面。我怎么可能会忘记呢？我不是一个薄情寡义的人。还记得以前我们每次跑完步都会来这里吃 biang 面的吗？我听老板说这个月底他就不卖了，所以我特地叫你过来一起吃。我帮你叫啊。不用了。还记得这个盒子吗？这是当年我们埋在老家大树下的时间呢。昨天我挖了一个上午才把它挖出来的。你看看，我们结婚时的手挽花，结婚的小熊，有些人事物是不会变的，对吧？这些对你来说是甜蜜的回忆，你却留下痛苦的记忆给我。这是妈留给你的，里面那只手表是你失踪后在营地找到的，虽然已经坏了，妈却常看着它掉眼泪。这20多年来，我也过得不好，老是活在愧疚之中。这一切都是你自己造成的。你对我不忠也就算了，可是你竟然这么狠心抛弃自己的亲生妈妈。
我知道是我的错的，我也是逼不得已。什么叫逼不得已？我才是逼不得已。这一巴掌是替你妈打的，她最疼爱的人是你，你却伤透她的心，是你让她带着遗憾离开的。老婆，走吧，今晚来我家吃晚餐，怎么样？你怕？大家都这么熟了，没事的。不一样，哪里不一样？身份不一样。我现在是以女朋友的身份去见家长。原来你是怕这个？丑媳妇终究要见公婆的嘛。我哪里丑了？司徒子阳，你越来越大胆了。所以啊，这么美艳动人的女朋友，我迫不及待想要介绍给我家人认识。老大为了你，还特地做了他最拿手的芝士蛋糕，怎么样？赏不赏脸？老大做的蛋糕确实很吸引人，不去好像有点对不起自己。什么好像？根本就是啊！可惜今晚家人有约，吃不了蛋糕。德叔，找明真吃饭。我是不是妨碍你们两人过二人世界了？不会，我不打扰你们父女的相处时间，我先走了，再见。怎么那么惨？今晚没有人陪你吃饭？干嘛？陪我吃饭很委屈吗？身为领养部的金牌顾问，陪老人吃饭是我的专业。不过因为是专业，以后找我吃饭要付一点服务费。都说养女儿是赔钱货了，反正你有的是钱，赔一点又怎么样？你这个嘴巴就是输不起。我开始担心子阳家里那3个老人，以后的日子有的受了。这个送给你的。怎么突然送我礼物？我刚才看到，顺便买给你。我的平板电脑也要坏了，要不要也顺便买一个新的给我？只要你愿意等，自然会有。我知道你在找房子搬迁，如果你不嫌弃的话，我可以暂时收留你。我既然可以小屋办大屋，住进大洋房。别开心得太早，我说过只是暂住，你一找到房子就要马上搬，除非什么？除非你答应我在这1年内跟子阳结婚。原来你是来催婚的，是不是老大叫你来的？你和老大已经开始夫唱妇随、同声同气了。你知道的，我心里是容不下第2个女人的。那我呢？我从来没有把你当成是女人来看待。你没事吧？一定是子阳在想我。我看是子阳一家人在讲你。海洋啊，明真有什么打算吗？如果明真能搬去跟欧胜德住，他就不用为找房子的事苦恼了。那不是长远之计啊！最好的方法呢，就是你赶快把明真娶过来，那么大家就不用烦啦。如果子阳结婚的话，那我是不是就不能够跟他同房了？废话，难道你要跟他们挤在一起吗？那我只好搬去你的房间了。你想得美啊！你不要想歪了，我只是说和你同房，没说和你同床。你们2个加起来都100多岁了，还像小孩子一样。小孩，唉，我本来还在想，可以帮你带小孩，现在想想，应该是等不及了。本来好好的，干嘛提这些了？是，哎，不如我们来想一想，帮我的第1个孙子取什么名字？不是吧？会不会有点太早了？反正迟早都要取个名字，早一点又怎么了？对呀，其实名字啊，我都想好了。
单名一个毕字，叫司徒弼。司徒弼，听起来怪怪的啊。饺子包好了吗？老大，我们在想帮洋洋的孩子取个什么名字好呢？哎，我记得司徒家有族谱排辈，子阳的孩子呢，男的要有谦字，女的要有个柔字。那很简单啊，那就叫司徒谦。谦不好，以后他长大了，人家会叫他老谦啊。什么门没锁？是不是静姐啊？明真，明真，哇！喂哇！啊！投降！举手。哦，投降。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我不想死得不明不白。明真阿姨，他是你男朋友啊？是啊，小纳西，他帅不帅啊？帅。她是库玛丽的女儿，库玛丽今晚会带她老公去庆祝结婚纪念日，所以就找我帮忙。原来是这样，小纳西，你有口福了。我刚好带了蛋糕来。老大的芝士蛋糕。嗯。多么和谐的画面，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们三个是一家三口，可以吗？子阳，你最好加把劲，快点把这个女人娶回家当老婆。她已经迫不及待要当妈妈啦。不要胡说啊！我哪有胡说？我记得你说过你很喜欢小孩子，还说以后至少要生3个。我只是喜欢跟小孩子玩，要我照顾他们，我可没有那个耐性。而且生孩子身材会走样，会损我金牌顾问的形象。不要口是心非。很晚啦，快点带她回家。谢谢你帮我照顾女儿，跟哥哥姐姐说晚安。姐姐晚安，哥哥晚安。晚安。送给你。谢谢。走。刚才老大做的芝士蛋糕真的很好吃。你下次看到老大，自己跟他说吧。司徒子阳，没事吧？刚才库玛丽说的，是不是真的？你很喜欢小孩，还想生3个？当然不是真的啊！我是丁克族，就算结婚也不想要孩子。还是店里暖好。需要帮忙吗？不用。老板娘，哎，你怎么2手空空回来？我吃了1部，店关了。都叫你早一点去了，你就是不听。听说啊，他们做到月底就不做了。对不起，老板娘。没关系，不必太强求。我只是觉得有点不舍。50多年的老店就这样关了。传统的食物是很多人的回忆，没有人传承，真的很可惜。不要担心，明天我一早起来去买给你吃。不用。要。你又来干什么？这么漂亮的花，她应该是想要追求老板娘。又没有人问你这么多花干嘛，还不去忙？老婆，我有话对你说，我们谈一谈好吗？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，不过今天不把话说清楚，我死得不早。
我警告你啊，不要再欺负我们家老大。跟我来。都下雨了，你还要出来走？我只是想要享受一下雨天的浪漫，以后都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。你别乱说话，你会长命百岁的。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。能够遇见你和洋洋，我已经很满足了，死无遗憾。你现在在说遗言吗？不准哭。好好的一个人，说病就病。已经不再想见的人，又突然出现。老婆，你看，已经修好了。这手表啊，很多零件都找不到了，幸好我找到一位老师傅，才把它修好的。这么难修的表都能修好，这就说明我们可以回到以前的日子，继续一起生活的。一切都变了，我们回不到过去。那就把过去给忘掉，跟我一起回泰国，我会给你一个全新的生活，全新的未来。当初是你放弃了我，现在你要我为了你放弃这里的一切。这么多年来，你还是称自己为刘正婉瑜，你还惯着我的心，证明你的心里还是牵挂着我的呀。你不要再说了，我不想再见到你，你马上走。说真的，你有没有想过跟刘向邦走啊？我绝对不会在这个时候离开你和子阳的。你已经等了20多年了，不要考虑这么多。现在幸福就在眼前，勇敢去争取吧。再说，你看你现在还这么健康，以后的路还很长呢，你一定要好好为自己打算啊。我只是想跟你慢慢一起变老。我没有机会变老了。我跟你说啊，你要是对那个男的还有情的话，你就跟他走吧。你今天怎么了？一直要赶我走？你就是这么不想见到我吗？我只是希望在我走之前，我能够看到你有人爱，看到你幸福。这样我走才可以走得比较安心啊。嚯，买回来的汤也要弄热，你真的很疼洋洋啊！手脚快点，他们要回来了。我先把这个拿出去，你负责销毁证据。没问题。你在干什么啊？哇，怎么开门没声音了？大门没关，我们还以为家里进贼了。这么多食物是谁买的？对不起，来不及了。你们不会是想把这些外卖的食物当成自己煮的吧？林真啊，本来要给你100分的，现在只能给你95喽。95分蛮高的，之前你是负分了。是吗？哎，这么久以前的事了，还提来干嘛哈？是啊，不提不提。现在我们是自己人啦，以后你想吃什么告诉我，我煮给你吃。大妈，是吗？
怎么来了？今天煮的这么丰盛，大妈，是什么日子？这些都不是我煮的，不是你？你煮的？感动吗？我们大家都在吃饭，不要那么肉麻，可以吗？怎么了？洋洋有人喂你吃醋啊？来，我喂你。哎，不要了，免得我把食物吐出来，浪费了明真的厨艺啊。你们不要再演了。明真的厨艺，我怎么可能吃不出？洋洋啊，既然你这么了解明真，就赶快把她娶过门，好让我早一点抱孙子。其实我不打算生孩子，我已经想好了，结婚前会去做结扎手术。为什么不生孩子？为什么要去做结扎？你是要让洋洋一辈子都当不了爸爸吗？当不了爸爸没怎么样啊。什么没怎么样？这样司徒家的香火就不能延续了。这是你们2个人的决定吗？还是你自己的想法？家里有个孩子会比较圆满的。以后没有孩子，你会后悔的。你做决定的时候有想过家长吗？你做这样的决定不会觉得自己太自私吗？你有没有问过子阳？够了。其实问题不在明真。医生说我有无精症，这辈子都不会有孩子了。你终于对家人说出心里的秘密，你很勇敢。可是我也打碎了他们对我的期望。人生有太多的不完美，只有包容、接纳不完美的自己，才能活得跟无籽葡萄一样甜。能和你在一起，确实让我尝到爱情的甜蜜。谢谢你，让我有机会爱上你。你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客气？可是我觉得自己很自私，为了被爱，虽然要你接受一个不完整的我，你值得更好的人，我不应该拖累你。虽然不能给你幸福，我选择放手。我们分手吧。满了，不好意思，这个星期都满了，下个星期可以吗？下次见。怎么了？不舒服啊？不如回去休息吧。整天待在家里很闷的，放心，我已经贴了止痛贴，没事的。哎，我给你看，原来无精症啊是可以治疗的。
我们养羊有希望了。你就别操这个心啊，都已经这么多年了，如果能医，子阳早就去治疗。老婆，你又来这里干什么？我不是跟你说过不要再来这里了吗？我是来告别的。明天我就走了，以后都不会再回来了。我之前所说的都是真心话，我是真的想要弥补你的。你看，去泰国的车票我都帮你买了。明天早上7点正，我在 biang biang 面的店里等你。我是不会跟你走的。老婆，我是真的想要和你重新开始，希望你给我，也给你自己一个机会。明天见。这个男人真的很厉害啊！丢下一张车票就会让你苦恼一整天。明天如果你不去吃 biang biang 面的话，可能一辈子都吃不到了。别太担心我，一切都是我错。感觉上我们好像是快要透不过。狠话别再说，让今天就吃过。或许只有无关，我们才会懂更多。在沉默里一直漂泊，看不清水线，退后或闪躲，翻阅着回忆，句句刺痛的承诺。如果我能停下，时间也许会停摆，是否能够实现我想中永远未来？别管他们看待我们之间愚笨，直到最后永远不分开。老大，狠话别再说。若今天就此过，或许只有无关，我们才会懂更多。我们在沉默里一直漂泊，看不清水线，退后或闪躲，翻阅着回忆，句句刺痛的承诺。时间也许会停摆，是否能够实现梦想中永恒未来？别管他们看待我们之间明白，直到最后永远不分开。分手让变得更苍翠，细水长流不休。如果我能停下，时间也许会停摆，是否能够实现
梦想中永恒未来。